在視頻開始之前，我強烈建議大家可以去簡介裡面的那個網站點開試試我做的這個遊戲，不是 AI 生成的哈，是我花了1個月，大概50個小時，一點一點手搓的。雖然有點簡陋，但是意外的真的有點好玩。然後我發到了我們工作室的群裡，大家竟然為了刷排名打了1個晚上。這個遊戲呢，其實就是這樣的。我只能說，吸血鬼幸存者的遊戲逻輯還是太超模了。那今天就來給大家分享一下，我一點代碼都看不懂，也没有用 AI 生成代碼是怎么把一个游戏给做出來的。先別覺得不可思議啊，看完這一期視頻，你上癮也行。首先呢，我不是專業做遊戲的 UP 主，感覺應該很多人都有想象過自己去設計一款遊戲，但是可能因為現實的原因沒有辦法真的去嘗試。但是我最近刷了一些關於可視化編程的視頻，突然感覺好像我也行。那麼一款遊戲是怎麼誕生的呢？本質上，一款遊戲就是由一個又一個的事件堆積而成的。比如說最簡單的控制人物行走，我們按 WASD， 人物就會移動，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事件。那假如我們要用一個正常的代碼寫出來一個走路切換動畫的事件，它就會長這樣。這帶上注釋我都看不懂一點。不過假如它變成這樣呢？哎，理解門檻是不是瞬間低了很多？這種就是可視化編程，也不是什麼新鮮玩意兒了。小到 RPG Maker， 大到虛幻五，都有可視化編程的身影。不過呢，真正的大型遊戲，為了遊戲效率，肯定還是會自己寫代碼的。但是這對於初學者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入門方式。我們這一次做的是比較簡單的2D 遊戲，那就比較適合用 Construct 3、GDevelop 這種更簡單易懂的引擎。如果是類似的2D 遊戲，我比較建議大家和我一樣用 GDevelop， 免費版的限制很少，非常推薦大家自己也去下一個來試試看。那我們現在選好了引擎，第一步呢，就是先讓我們的角色給動起來，在這裡選添加對象，點精靈，就可以把我們事先準備好的角色給導入進去。然後雙擊角色，這裡有一個添加一個行為，我們點開之後就能發現這裡面有非常多的選項，然後找到關於這個角色移動的這2個選項，一個是平台角色，還有一個自上而下的運動。但如果說你想要做的是類似空洞騎士這種橫版遊戲，就選這個平台角色，但是你需要先把平台搭好，否則就會。我們這一次呢，想做一個類吸血鬼幸存者的遊戲，那我們就選這個自上而下的運動。選完之後還沒有結束啊，這個時候你直接預覽，它就會是這樣子的。你看我按上下左右，上下左右左。這個時候呢，只需要把行為裡面旋轉對象給勾掉就可以了。OK，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我們的角色已經可以正常行走了。但隨之而來的就是2個問題：角色沒有行走的動畫，以及我在往左走的時候呢，我的人物朝向還是朝右的。那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另一個做遊戲中重要的部分了——美術資源。就比如說我們這個小人兒就是一個最簡單的美術資源。那這一次我們就用 AI 來輔助一下我們的美術部分。我們可以讓 AI 生成幾幀行走的動畫，把這剛剛生成的幾幀動畫給添加進去，把這個循環勾上，它就會變成一個行走的動畫了。現在這個播放速度還有點奇怪，我們把它改成一個正常的速度。哎，這個時候這個行走速度就很合適了。添加完成以後，我們就需要開始寫事件了。這個也是我們不用代碼也能做遊戲的關鍵。事件這個東西，簡單來說，就是只要左邊達成了，右邊的事件就會發生。咱們就拿這個行走的動畫舉個例子啊，我們可以這樣子寫：當這個角色運動的時候呢，就把這個角色的動畫改成行走。然後咱們可以再把這裡的條件給反轉一下，它就會變成當這個角色沒有行動的時候呢，就把這個角色的動畫改成靜止。這樣子我們就很容易的搞定了行走動畫。怎麼樣？是不是很簡單？那朝向一樣也是很簡單的啦，我們只需要這樣子寫，它就轉回來了，完美。那現在我們已經有了玩家，接下來就是生成敵人了。先來操作一下，我們先設置一下敵人的刷新速度，在屏幕的範圍內隨機刷新敵人，再讓這些敵人一直走向玩家。最後呢，當玩家和敵人相撞的時候，要扣10滴血。OK，我們運行一下，很好。隨機刷新，一直走向玩家，非常完美。哎，等等，不是只扣10滴血嗎？我的血條呢？Oh no！ 這裡要加一個限制，要改成只觸發1次，這下應該沒有問題了吧？這確實只扣了10滴血哈，但扣完這10滴血之後，我直接無敵了呀！史萊姆收集模擬器了，是不是？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得想辦法搓一個无敵時間出來，這裡就得引入新的要素了，計時器還有變量。那這兩個東西要怎麼組合才能做出无敵時間呢？答案就是像我這樣寫。這個事件的意思是在遊戲開始的時候，我們要啟用一個計時器，當這個計時器在大於1秒的時候，我們才會受到傷害，並且會重置這一個計時器。這樣子我們就做好了一個1秒的无敵時間，後面也是可以通過各種手段延長或者是縮短的。說到這個變量啊，各位小伙伴們一定要記住，把你所有的這些變量在場景開始的時候恢復成默認值。之前我有一個版本就是忘記把怪物的刷新速率和血量重置了，導致每一次重開那個怪物都是最高的強度。給工作室小伙伴試玩的時候，他懷疑過自己的技術、自己的運氣，還有他自己的操作，獨沒有懷疑過這是我寫的一個 bug。他真的我哭死。有了怪物之後，我們就需要一個攻击手段了。咱们先設置好玩家的攻擊距離，設置好怪物的血量以及子彈的傷害，最後在怪物血量等於0的時候刪除怪物。這不對吧？哦，我懂了。這就和剛才的扣血是同樣的 bug， 忘记加限制了，導致它每一幀都在發射子彈。咱們現在再加一個射速限制一下，然後再試驗。完美。接下來就是這類遊戲最重要的經驗值以及技能系統了。這個要實現起來也很簡單，我們只需要在怪物消失的時候，在原地生成一個經驗球，然後當玩家與經驗球碰撞的時候，我們再把經驗球給刪掉，然後再增加一下經驗值。最後呢，就是給強化了。這裡我先試着給這個角色加10點攻擊力，我們預覽一下看看哈。這怪物怎麼打不死的啦？按道理來說，怪物30的血，我加10點攻擊力之後，應該打2下就死了呀。我們做一個數值預覽看一下，這個子彈傷害確實是加上了，但是為什麼呢？哦，我明白了，罪魁禍首就是你。最後，在怪物血量等於0的時候刪除怪物。這個等於號，原本我設計的是怪物30滴血啊，然後子彈是10點傷害，3下正好可以打死這個怪。但是就在拾取強化模塊之後，我們子彈的傷害來到了20，打2下，這怪物的血量直接幹到-10去了。但是怪物呢，又只有在血量等於0的時候才會死，所以這個怪就永遠的死不了了。所以我們只需要把這裡的這個等於號，把它改成小於等於號。這下也是體驗到 debug 的痛苦了。最後我們再收個尾啊，當我們玩家的這個血量為0的時候，遊戲就結束了。我們再加一個 restart 鍵，重新加載這個場景。這樣一來，一個遊戲的基本框架就已經寫好了。後續我們只需要在這個框架上面加道具、改數值，就能從這樣變成這樣。做好之後，想要分享出去的話，在導出界面這裡選擇這個就相當於把你的遊戲上傳到了一個類似4399的小遊戲平台上面，之後別人點這個鏈接，它就可以玩了。現在遊戲框架有了，剩下要做的就是用音樂、音效、美術等各種資源來填滿這個框架。這裡我想到了2種辦法來解決，一種是直接上 AI， 還有一種就是資源商店。先來說一下資源商店，可能大家第一印象會是像虛幻那樣充滿各種3D 模型的資源商店，但其實不同的引擎搭載的資源商店內容也不同。就比如 GDevelop 的資源商店裡面就有很多的像素風2D 的素材，像我這一款遊戲裡面的這些小怪，還有攻擊方式、特效什麼的，都是在這個資源商店裡面找到的。找個樂的啊，我在這個虛幻的資源商店裡面找素材的時候，無意間找到了這個，大家看得眼熟不？絕望一批。現在我有2個小怪了，是時候加個 BOSS 上去了。但是這個資源商店裡面好像沒有什麼比較像 BOSS 的這個怪物啊，這一下就該輪到 AI 出場了。我把這2個怪物的PNG圖片餵給了 AI， 讓它幫我生成一個 BOSS。這個對於 AI 來說肯定是小菜一碟了。他怎麼直接把這2個怪拼在一起了？街頭霸王了，說是。重新跑了幾次之後，終於有一個相對可用的素材了。我們把圖片處理一下，添加新的精靈，然後咱們再將這個圖片按順序給添加進來。在這裡可以預覽哈，我們還可以在這裡調整一下圖片的播放速度，這樣子我們就成功的把 AI 生成的素材導入到遊戲中了。那除了美術，一款遊戲的音樂和音效也是至關重要的。背景音樂我用的是 Suno 生成的，沒錯，就是那個。
我想讓它帮我生成音效，它生成了个音效包，点进去一听啊，原来是生成了一个名为音效包的音乐，我真的绷不住了。想要 AI 生成音效的话，可以试一下 Eleven Lab。除了 AI，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网絡上面的一些音效库。像我这一次的音效就是在这个 Free Sound 裡面找到的。有了音效之後，添加到遊戲中也非常的簡單。就比如說背景音樂可以在場景開始的時候就播放，命中音效也可以在子彈消失的時候播放等等。至此，我們才算是做出來了一個相對比較完整的遊戲。就這前後也花了我1個月，大概50個小時的時間。但現在網上不是經常都能刷到說 AI 來做遊戲，像什麼 Kilo、Anti-Gravity， 那它真的能做到我這樣子的嗎？難道 AI 能夠代替手搓？這些 AI 工具打開的時候，我真的是一臉懵啊！界面就全都是英文的，如果你完全看不懂的話，你甚至可以問問別的 AI， 這個 AI 是怎麼操作的？別說，還真知道。那我們先來試一下 Anti-Gravity。一開始呢，先創建一個文件夾，之後遊戲文件就會放在這裡面。要是有提前準備好的素材呢，我們也可以導入到這個文件夾裡面，然後就可以開始對話了。AI 開始生成的時候，對話框上方時不時會有需要你手動確認的按鈕，有的話呢，我們就點一下，最後的成品就會放在文件夾裡面。沒錯，就是這麼簡單。咱們先把需求提出來，就比如說，幫我生成一個類吸血鬼倖存者的遊戲，要有2種怪物，1種 BOSS， 然後1種普通的攻擊方式以及3種特殊的攻擊方式。我們發送之後運行。OK， 運行。不是，這什麼意思啊？就光做了一個畫面，點都點不進去啊！我還以為是玩遊戲的過程中會發現很多的 bug， 沒想到連遊戲都玩不了。我們再讓這個 AI 修復一下。OK， 這下搞定了，遊戲確實可以玩了。但這個特殊子彈居然是手動發射的。在我印象裡面應該不是這樣子的吧？我們再讓 AI 優化一下。那麼現在這個遊戲性是差不多了，就是這個畫面嘛，就有點太簡陋了。我們這個時候就需要替換一下素材了。先把素材拖到遊戲的這個文件夾裡面，然後我們跟 AI 說，靜止不動的時候替換成這張照片，運動的時候呢替換成這些圖片循環播放哈，並且角色的朝向是要正確的。OK， 我們看一下效果，這做的確實不錯啊。把小怪還有經驗球、子彈什麼的也替換一下吧。從開始到現在，可能也才1個小時左右吧，就完成了我幾乎20個小時的工作量，而且還做了傷害數字，還有高斯模糊的計時器，甚至還有我做不出來的暫停升級界面。這個技術力有點恐怖了。AI 做遊戲就像是給你發了一位普通程序員，而你是產品經理，你只需要在這裡說，點，它就在裡面幫你做。但是目前 AI 還只能做到相對比較簡單的遊戲，就比如說咱們這個遊戲這種機制不是特別多的，目前在網上還沒有看到純 AI做的特別完整、成熟、複雜的遊戲項目。但是對於時間不是很充裕的小伙伴來說，現在的 AI 編程的確可以憑借高效、簡潔、低門檻，讓不少像我這樣子的普通玩家可以輕鬆的做出自己腦海裡想的那一款遊戲。所以現在做個遊戲到底有多難？不會編程，可視化編程引擎幫你降低門檻。沒有資源 ，AI 互聯網資源商店都是強力龐大的資源庫。最難的點反而是遊戲的玩法，只要你的玩法夠有趣，其他的步驟自然會給你開綠燈，總有一個方法適合你。所以屏幕前的你要是腦袋裡面有不錯的遊戲想法，或者是想嘗試做遊戲的，也不妨試一下。這期視頻我也會開一個徵集郵箱，徵集大家做出來的遊戲。我們會從投稿的小夥伴中隨機抽選一位小夥伴，送出一台 Switch Lite， 並且我還會出一期視頻來現場玩一玩大家做的遊戲。被選上的小夥伴呢，將會獲得我最新設計的一個周邊，7里充電寶一個。同時呢，視頻裡面還會評選出第1屆 QGA 最佳遊戲，獲勝者可以任選一款年度最佳遊戲，我買單。在做這一期視頻之前，我採訪了一位業內的從業人士，我問他是什麼動力讓你堅持做遊戲的呢？他說是因為對遊戲的執念。為什麼中國沒有自己的荒野大鏢客、天國拯救、刺客信條？現在我想明白了，中華上下5000年的歷史，我們這裡最不缺的就是題材，真正需要的是有一個想法，並且有着把想法打磨落地的勇氣，也不用怕起步簡陋，不用愁技術力不夠。如今的工具已經為普通人推開了做遊戲這一扇門。如果你腦子裡面真的有一個不錯的創意和想法，不要被中間的過程給嚇退了，動手開始做之後，每一步都算數。我來助你，也逃不掉。
OK， 那麼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啦。如果這期視頻還有點意思的話，記得給我點讚、3連關注哦，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們下期再見吧，拜拜。